山治不是亲生的吗？尾田你太偏心了。播出长达20年的《海贼王》是老一代3大迷宫漫画里仅存的一部未完结动画了。送走了死神，熬过了火影，海贼王的故事也进展到了2年后的新世界。从重逢开始，有一个人让我觉得抓破头皮也想不通的地方，就是和路飞、索隆一直被看作草帽一伙3大主力的山治。2年之后持续掉线。如果说2年前大家一路从东海杀到香波地群岛，路飞的左膀右臂是索隆和山治，那2年后山治回归的表现真的差强人意。先是在香波地群岛和愚人岛色心大起，喷鼻血制造危机，拖延蝙蝠，几十集都没有像样的打过一架。随后就是在庞克哈萨德展开的多弗朗明哥篇章，山治几乎毫无用武之地，倒是他的花痴一定程度上策反了紫罗兰。但你3大主力之一不是靠腿打天下的吗？动画更新的速度中，山治几乎消失了2年，毫无战绩。唯一能想起来的，大概只有香波地群岛，大家各显神通，展示2年的修炼成果时，一脚踢断了 PS-5 的脖子，以及随后在海里3大主力打海兽时，也用了帅气的招式。但和路飞的霸气新招式比，也基本没看到。再之后，在埃山大门不如弗兰奇，大维尔格惨败，被多弗朗明哥几招秒。我一度怀疑，难道是因为单平要上船？这种级别的前辈大佬，那必然得有个像样的位置，所以山治要从主力退位了。总之，整整2年，罗的风头几乎仅次于路飞之下。直到开始万国篇章，从山治童年的悲惨命运讲起，开启了山治元年。渐大缘小，还是先来看一下对山治这个人物重塑到的万国篇吧。路飞一伙人里，这还是第一次在招募成功之后，再次大篇幅讲述的伙伴。历史上伙伴离间必定是跌宕起伏的段落，上次这样让路飞去拯救的还是罗宾吧。罗宾在路飞与多弗朗明哥激战时曾说过，路飞他值得别人为他拼上性命，因为大家一起经历了太多，他们全员对路飞的信赖几乎成了一种草帽海贼团的信仰。这种信仰是相互作用力的，路飞何尝不是毫无保留地信任每一个伙伴。所以山治出走为开端的万国岛情节中，很多人觉得山治不够相信路飞，但我觉得这样说是没有考虑人物内心的。我们看看当时的情况，山治作为最早一波上船的元老，当然是绝对相信路飞的。大家一起经历过司法岛事件，他难道不清楚自己这种牺牲，路飞绝对不会乖乖买账？但不能忽略的是，每个人都有弱点，贝基就是抓住了山治的弱点，把他带走的。在佐屋，山治在贝基的城堡身体里其实坚决地反抗过，但是什么让他突然开始恐惧和妥协？是哲夫的性命。伙伴他可以拯救，敌人他可以打败，豁出性命也要保护的是哲夫这个救命恩人。所以他把纳美乔巴布鲁克扔出贝基身体时，其实内心也激烈的矛盾挣扎。但如果路飞在场，也许山治不会这样。正因为没有船长这个主心骨的支持，山治要保护战斗力不足的伙伴，也要保护远在东海的哲夫。看了蛋糕岛篇，其实我们发现山治身上背负了很多东西。他悲惨的童年让他缺失父爱和家庭关怀，好在姐姐和母亲让他保持了一份温柔。后来遇到哲夫，那算是山治心里父亲角色了。如果让他一直待在文治默克家族，基本只有死路一条。是哲夫给了他第2次生命，成全了他的厨师梦，教给他如何温柔地以待这个世界。为了臭老头以及臭老头的宝贝餐厅，山治的命也可以舍弃。但是他内心的痛苦在路飞那句没有你我当不了海贼王爆发了。这可以说是2年后最煽情的剧情。山治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打了路飞？再怎么样隐藏和嘴硬，情商即使在线的路飞都替他说了，你再怎么踢我，疼的都是你自己啊。山治此时在车上哭得面目全非，这是他为数不多的掉眼泪时刻。上次貌似还是哲夫离开时被那句山治别感冒了温柔击溃。小时候的山治被监禁时绝望地大喊过，我生来就这么弱，对不起。但是逃出升天后的他遇到了哲夫，成为了路飞的伙伴。整个蛋糕岛篇对山治的刻画都着重人物内心，经历了黑暗童年的人最需要的是别人对他的肯定。路飞见人就说自己要成为海贼王，现在是全船人见人就说路飞会成为海贼王，那他是什么时候说过自己当不上的？一次是失去艾斯之后，一次是对山治喊出那句话。路飞这句话分量当然很重，于是很多人不能接受山治竟然还要一意孤行。但我认为就算是路飞，他也是第一次刚4皇，实力差距山治自己有掂量。和他决裂让他离开，又能保住哲夫，虽然不够理智，但这就是他性格干得出来的事情。后来终于和路飞把话说开后，他1、2、3举例说自己打伤船长等等理由，总之是不能原谅自己。
直到路飞一个实话实说全打过去，让他热泪盈眶，说出了还想回到桑尼号的真心话。蛋糕岛的战斗中，山治虽然没有多少发光发热，但作为计划的中心，他成功策反了布林。这是继紫罗兰之后再一次凭借绅士魅力策反的妹子，并且布林和山治分别时的举动也是很多人心头的痛点。无论他前期再坏，都让人心疼。布林的一吻以示表白，之后又用能力拿走了山治的记忆，每个女生这时候多少会感同身受，为之动容吧。进出点到这里，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那个温柔和优雅于一身的山治。对待女生不用说，对普通人以及战斗力不高的伙伴，他也是格外的体贴。在汽水之都，乌索普和路飞因为船争执的时候，路飞险些说出过分的话，山治一脚踹过去，大喊：“路飞，你刚才想说什么？你给我头脑清醒一点，不要给我口无遮拦。”说实话，这是900多集里山治最帅的时候。之后在司法岛上，他再次对乌索普说：“每个人都有擅长和不擅长的事情，你做不到的事情我来，我做不到的事情只有你能做了。”就是因为他的话，让乌索普在司法岛最后关头奋起反抗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恐怖三角洲，山治挺身而出，挡在一直和自己不对付的绿藻头索隆身前，要争着代替路飞去死。事后，所有人都记住了索隆那句“什么都没有发生”。但是我觉得，得知了索隆所作所为的山治，保护了红漫的武士道和自尊心。山治有一句经典台词：“我不是为了和女士们成为朋友而生的，而是为了爱女士的人们而生的男人。”这是他骑士道的体现，也是让我喜欢他的地方。但我始终对2年后山治的塑造很无奈。过去山治无论是智商还是战斗力，都属于草帽一伙的第一梯队。阿拉巴斯坦和司法岛等地方都展现出了1对1的精彩战斗场面，帅的没话说。但是2年之后，都说他的表现变差了，人设崩了，这真的要怪尾田。山治元年的蛋糕岛，他确实心理活动很多，但其实战斗中最亮眼的是布鲁克。布鲁克在路飞的行动失败后，打碎了修女照片，激怒大妈，同时展现了一场精彩的正面钢四皇战斗，并且拿到历史正文。我们纵观全篇，布鲁克确实需要加戏，尾田确实极力给他这个后期队员刷存在感。但2年中，路飞的师傅是雷利，修炼3色霸气。索隆的师傅是鹰眼，修炼内容虽然没有明确展示，但是除了更牛逼的剑术和格斗，难道品红酒联络感情吗？我们再看山治，他2年中在人妖岛击败99个掌握菜谱的人妖，期间还有人妖24小时围攻，也就是说，山治2年修炼顶多只有半个师傅。就当他的武装色请教了亿万科夫，见闻色可以在人妖围攻下觉醒，那能和雷利和鹰眼比吗？索隆的战斗力和高光时刻比山治多也正常。和索隆比，山治表现就差强人意了。无论如何，山治是给我们带来过感动的人。草帽团的每一个成员都是心头好，只是觉得在剧情成长中，山治是低于预期成长指标。要不是有万国篇，他几乎变成厨子兼搞笑主力，而不是战斗主力了。在这里要替山治向尾田喊喊话，2年后把山治战斗力和智商削弱就算了，性格还要崩坏。关注粉丝经常对他质疑和谩骂，只要山治一流鼻血就骂声一片。难道山治不是亲生的吗？他现在的不良表现真的有点多了。希望尾田老人家可以把真正的山治还回来，也希望他在未来的剧情里还会是那个骑兵、智将、护花使者。我是先锋君，咱们下期见。